好，来自我们燕之歌的所有的家人们，亲爱的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于露老师。今天晚上我们有一堂特别的课程，那么也是我们内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我们公司的专业4P 的解析。那么这堂课呢，在我们进入到爱健康刚刚建立团队的时候，我就有给大家去做过示范。那么整个团队这2年多中，一直在做专业的4P 的复制讲解。那么各个团队啊，已经开始遍地开花去讲4P。但是有很多新来的伙伴可能还不知道4P 是什么，尤其我们点击 K 计划的很多个伙伴，应该说数千名伙伴可能都不太了解我们今天讲的4P 到底是什么，它都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它和我们做爱健康这个事业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今天晚上我们将用1个多小时一点的时间来给大家专业的讲解我们公司的4P。好，那如果想要做录音的伙伴，现在就可以按下录音键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4P 指的是什么。这个4P 呢是雨露老师在7年多的组织行销创业的过程当中，把它总结提炼出来，做了一个这样的英文开头字母的表达，也就是我们的公司、产品、制度、团队和系统。那么公司英文表达为 platform， 就是我们的爱健康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作业。那产品呢就是 product， 那制度呢就是 plan， 团队和系统我们把它简称为 people。 那么通过这样的4个英文字母的首字母的提炼，而有了我们的4P。 所以 4P 就是指我们今天公司、产品、制度、团队和系统。那么这4大方面构成了我们做爱健康的基本要素。我们每个人来到爱健康都会跟这4个方面进行高度的对接和深入的链接让我们可以借助这4板斧为我们做好创业的服务。所以了解这4P 非常的重要，我们跟伙伴去传递爱健康也是传递这4P 的价值。那么我们去做伙伴的启动，也是透过这4P 去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用4P 去给大家解决方案。所以4P 是我们整个业务的核心。我们开始的时候会应用到做大 A 里边，慢慢的我们会应用到如何去启动伙伴的13、14里边，最后我们会应用到如何传帮带教，让伙伴们精准复制里边。所以这4P 是我们整个做爱健康这个事业从始到终需要贯穿着的基本功，也是一场硬功。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下这4P 如何去能符合我们做组织行销创业立项的标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如果选到能够让我们一个在整个行业当中最先进的这个项目，那么它在这个4P 上是有哪些作为表征的？首先，作为公司这一批要在大道里。什么叫大道呢？它具有重大的创新能力，能够解决行业问题，有明晰而长远的战略规划，能辐射全球市场，同时还要有中国元素和各个国家本土化的运作能力。今天我们做的是一个国际化的项目，那么既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又有各个国家的运作能力，尤其作为我们中国人，要有中国元素和在中国的运作能力。相信这已经成为所有创业者的共识。一会儿我们大家来审视爱健康有没有这样的大道骑行。第二个是产品，产品要在主航道里，占据科技的最前沿，为人类未来之刚需有绝对的领军地位。来看一看我们爱健康的产品跟没跟上科技的迭代，在没在科技的天花板上。第三个，制度要在商业模式的主赛道里边。那么什么是一个主赛道呢？轻资产、
消费就是投资，前期有利于留人，让人能养家糊口，愿意留在这里；后期有持续力，可以拥有扎实裂变的管道收入，可以持续的愿意留在这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消费商的基本模式。但是同样是消费商，每个消费后边的溢价还不一样。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爱健康的制度是不是在一个超级的商业主赛道当中在进行运营。那么还要有绝对的实际价值，不受任何时空地域的限制，利用互联网可以做这份制度的践行，来去链接全球的这个大生意。那么第四个就是团队和系统，这个运作要在共赢的王道里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打造出来的团队和系统，一定会实现一个所有的伙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互助，拥有大批的国际化专业人才，把我们的系统打造成一个目前最先进的、最高效的、最能够带给大家成果和成功的互联网创业系统。那么，透过这个系统，可以让每个小白成长为白雪公主、白马王子。无力者有力，有力者更好前行。所以，打造一个能够给大家赋能85%的团队和系统，这是我们燕之歌的追求。好，以上是讲了4道。如果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个项目，在这4批里符合这4个道，那么我们今天就选择对了。大家觉得对吗？我们是用一个先进性来去衡量今天我们选择的4批后面的公司、产品、制度、团队和系统是不是符合趋势，是不是能带我们走向长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每一个批跟大家做一些解读。那么首先来讲公司，这是我们新的办公大楼。大家都知道，我们爱健康公司在不到2年的时间，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办公大楼，做了基础建设，最好的给经销商的服务。这个大楼呢是在美国洛杉矶，很这个有价值的一个商业地段里啊。那么这个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公司的地址我们大家把它记下来，或者把这页纸保存下来。那么我们的公司的名字叫什么呢？ iHealth Innovation Technology， 这是我们公司的英文表达，翻译过来就是美商爱健康创新科技公司。首先大家先了解我们公司是要什么样一个战略定位和未来的愿景。我们的公司要2年做成 NMN 行业的标准，5年做纳斯达克的上市，未来要做戴模式的亚马逊，打造遍布全球的富春山居。想一想这种生活多么令人憧憬。而我们的公司呢，已经在4年之前进行筹划了，2年的运营起于2018年的一个战略转型。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公司的缘起。2018年我们的公司进行筹建，2019年2月19号我们的公司成立在美国洛杉矶，2020年7月29号向全球进行运营，从37个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经去往了50几个国家。这是我们公司的3个准备阶段，来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推向了全球，把这样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带给了跟它有缘的全球的人们。所以大家记住这3个时间是它的缘起，它有战略性的一些布局上的思考和精要的一些个准备才向全球发售的，而不是看到了 NMN 这么火马上就上马然后就挣钱。所以透过这3个时间，我们会看到公司志在长远。那第2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组织结构。我们公司拥有现代法人治理结构，投资人是在医药行业深耕30多年的一家创投基金，研发人和生产者也非常的特别。
研发人是我们的创投基金旗下的一个 CGMP 标准的药厂自有的60多位顶级的科学家，为我们持续的提供生产线上的完善和服务。那么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出自我们的 CGMP 的药厂。那么对于市场运营方也至关的重要。光有这样的一些个要素，如何加工成一桌满汉全席，能够把这么好的一个产品，这么好的一个商业制度裂变到全球，能够打出全球一片江山，进行健康可持续的运营，在于它有一个国际的专业运营团队。以 Herbert 总裁为代表的国际运营团队，既有国际化的眼光，又有中国化的元素，所以可以纵横捭阖，驰骋天下。从我们的大中华区、亚太地区到我们的北美市场、欧盟市场，现在已经形成了它的战略构局。好，一会儿我们会再讲到这里。那赫尔潘这位专业性的国际领袖，他在优山纳做过8年，在安道这家公司做过2年，都做到高阶领袖。在进入组织行销之前，有过15年的传统的车行的创业经历，实现了高度的财务自由，来到了组织行销行业。那么再往前追溯，他是一位在北师大天文系毕业的少年班的少年这个才俊在18岁多的时候就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赴美进行这样的新的一个国际化的工作和生活的选择。所以我们的总裁出身在行业当中又在传统的行业当中和组织行销的行业当中都拿到了他的结果。所以我经常会用这样的几个字去概括我们总裁：学贯中西，知行合一，家国情怀，中国情结，还有科学精神。我觉得这20个字可以精准的去概括我们总裁所带领的运营团队它背后的底蕴和它的文化特质。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国际眼光，中国这种智慧运作整个一个全球的市场。今天我们看到2年多给到我们的一个一个的大手笔。好，那我们公司的愿景和使命致力于帮助至少500万个家庭实现身体健康、财富自由、灵魂兴盛。这500万个家庭财富自由的标准，公司给的特别的明确，每一年能有20万美金以上的收入，也就是达到人民币年薪100万以上。这是我们公司在帮助多少人实现3大自由上的一个期许。好，那接下来会有3个3分析给大家。第一个，3个5年战略规划。我们的公司第一个5年规划要做上市，在美国纳斯达克率先上市，在很多份额比较大的国家相继上市。那第2个5年规划做带模式的亚马逊。带模式的亚马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做到一定流量的时候，也就是第2个5年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跨界跨行的和我们的生命质量、生命品质提升的世界上最顶级的名优产品的链接。从一个做 NMN 概念的品牌到做爱健康的大品牌的概念，扩充我们的资源整合和管道的这份裂变，所有的购买的积分都和我们有关。所以这是一个破局之举，把我们的组织行销和新零售和这种未来的带模式的商城相结合，满足更多的民众对生命质量提升的需要。但是我们要分步走，先做出 NMN 的品牌，再做出爱健康的品牌。第3个5年规划做康养基地和生命科学大型公益，也就是我们爱健康未来将会建设在全球遍地开花的康养基地，让我们拿着一个手机、一个护照可以全球养老。想象我们燕之歌人一起相约
全球旅游半年、1年，过着有钱有闲有趣有品有魂的生活，是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呢？但是我们不仅是自己要拥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还要把自己的价值贡献给人类的公益事业。那公司呢，会有一些大型的生命科学的演讲中心公益电视台，包括有些重要的生命科技项目的支持，让今天的财富重新回馈给社会，使得公司在未来的长青基业当中成为社会最大的贡献者，不仅带给人类这么好的产品，还能够把它创造的商业财富献给这个社会，献给人类。所以我们说，最大的慈善是商业。如果这个钱足够丰富的时候，就可以为社会贡献的更多。我相信这是很多企业家想要来到爱健康的追求。好，那第二个3呢，就是3点辐射全球的一个整体布局。现在我们的爱健康是起源于北美洛杉矶北美是我们一个大厂，那么透过这2年已经深入的辐射到了大中华区和亚太地区。那现在在大中华区已经有了它的保税仓的运作，那么在亚太地区也有像马来西亚等等新加坡等等这样的一些个国家份额的崛起。那么现在在法国戴高乐机场已经开始建构仓储中心，欧盟仓将会迅速的被打开，在明年年初将会启用。那么欧盟26个国家现在应该有27个国家了，将会在这样的欧盟体系当中免税的畅通无阻。所以大家会看到公司进行了3点的根本向全球的一个战略整体布局。那我们是不是要做全球的市场？是不是要在这样的3大区域做布点呢？第3个3，进入中国市场的3个步骤。我相信每一位中国伙伴都非常关心爱健康在中国市场的战略设想。那么刚创始的时候，通过9610，我们进行了直邮业务的运作。去年的，也就2021年的11月5号，中国在平潭的保税仓1210平稳落地，经过了中国非常严苛的方方面面部门的审批，正规的落在了福建平潭的保税区。那么今天我们中国伙伴3到5天非疫情区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产品，彻底解决了我们的物流问题。那第3步呢，就是当我们国家的全球跨境电商立法成熟以后，会在中国进行销售许可的落地。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中国的 NMN 的研究，包括它的产业化、市场发育、立法等，还都不特别的成熟，处在这样的一个赶超的过程里边，所以在中国是不允许生产和销售 NMN 的。所以我们爱健康的 NMN 在中国也不允许进行2次销售和中间的各种交易。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跨境电商这样一个方式里边取得自己的自用权。好，那我们看到进入到中国的3个步骤是紧紧的围绕着我们这样的一个业态的发育，那么中国的进程表来进行配套的。所以我们看到公司的这些战略规划也好，整体布局也好，还有进入到中国的3个步骤也好，再看到我们的缘起、组织架构和愿景使命，我们大家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一个新兴的公司能拿出3个5年规划，能做全球的战略运营和布局，能把它进入到每一个国家主流国家的战略步骤都做好运筹帷幄的准备和设计，这是一个志在长远的公司，也是一个拥有大智慧、运作帷幄的公司。所以跟随这样的公司，我们是不是特别的安心和踏实，特别有安全感，对吗？好，那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爱健康公司是一个伟大的国际社会责任企业，它的定位应该是这样来表述。因为我们的公司诞生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今天透过2年的时间，它已经创造了经济严冬下的逆袭的神话，因为它是历史大危机下的破局者，是时代大趋势里的引领者。所以我们跟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来合作，一定是有社会价值的一家公司，一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公司，一定是在一个趋势里的头部企业的公司，大家觉得对吗？所以今天我们透过2大风景来看一看爱健康处在什么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我们面临着的至暗时刻。我们先不说国际上，只说我们中国，8亿人负债，2.07亿人失业，仅今年上半年46万家企业破产，310万个个体户注销，近10亿人月收入不到2000元人民币，多少人处在水深火热当中？想想今天的我们呢？雪上加霜的事情总是叫祸不单行而来，有这么大的不幸，那么还有深度的老龄化袭击着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到10%，65岁以上的老年人人口占到7%，这就是老龄化。而2021年我们中国人口普查结果令人震惊，我们基本上把这2个指标都背上了。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已经占了18%；65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已经占了14%呀。深度的老龄化意味着什么？社会负担、家庭负担、儿女负担，包括自我负担。我们在线的各位，大家有多少人在60岁以上了？我今年已经50有5，我们是不是老年社会当中的一员呢？我不想让大家打上你的年龄，我们每个人静静的去思考，今天我们的年龄和我们身边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同龄人，是不是都在走向社会负担的行列？我们有自救的可能吗？我们能帮助身边跟我们同龄的人走出一条自救的道路吗？不要成为自己的负担，不要成为儿女的负担，不要成为家庭的负担，更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有可行之路吗？我们大家深度来思考。这是大的疫情危机下中国的现状呈现的一个风景，这个风景可能是灰色的，可能是暗无光日的，可能是让我们看不到破局的点在哪里，光在哪里去寻找的。但是还有另一个风景，这个风景把我们引向了向着太阳，我们可以去奔跑。这个风景大家看，我们今天所处的是在2个维度上，一个是我们爱健康是在大健康的领域，同时还是在跨境电商的商业业态之下。那我们看一下大健康领域会诞生什么样的未来的趋势和奇迹。2035年的时候，我们的卫健委有关的负责人已经做出预测，大健康产业占的 GDP 将会达到17万亿美金，人民币110万亿。如果大家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再看一下历史上汽车产业4万亿人民币，历史上的房地产多火呀，16万亿人民币。大健康在未来的10几年当中所要创造的 GDP 将会占到国家 GDP 的1半以上，那么将会多少倍于已经非常让我们大家觉得可能是错过了，或者说已经在这里挣得盆满钵满的汽车产业和地产行业，而大健康领域要比这的份额多得多。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的爱健康在大健康产业的逆龄和长寿的定位上又往前走了一步，站在了科技的天花板上。今天我们再去谈大健康，已经不简简单单的说我吃的还好吗？我的身体有没有毛病？我要活得更年轻，活得更长寿，这叫高维定位，在大健康的底座基础上做了最天花板级的定位。我们的爱健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定位上来启动的。
那么另一个数据就是我们的跨境电商呈现的数据，仅2022年上半年，我们货物的贸易进出口总额将近20亿，20万亿，19.8万亿。那么小微和个人创造的进出口总额13.68万亿。下一个数字，跨境电商交易额7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国家的货物进出口当中，我们跨境电商已经占了36%强。这意味着什么？小微和个人的创业锁定在跨境电商领域的人将会越来越多。所以，中国海关主办的第5届在郑州的2021年举行的全球电商大会发言人讲，下一个10年，老百姓创业的首选就是跨境电商。从形而上到今天老百姓，到今天市场发育，到今天个人的选择，都向我们证明了跨境电商将会成为我们个人的创业的首选。那么大家看一下，跨境电商目前在我们中国的从业人数只有700万，所幸我们大家都是700万当中的一员。那么到2030年，也就是8年以后，会发展到5000万的大军。从700万到5000万，多少倍的增长？7倍以上的增长。所以我们一个人至少能链接到7个人，有效的链接到7个人从事跨境电商的事业。今天我们的10个种子还难吗？只要我们链接到了足够多的伙伴，你就会找到因你而裂变出来的7个人，成为这5000万跨境电商大军当中的一个。这叫为社会做贡献，让这么多的个人有一个走向最好的创业模式当中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一边是哀鸿遍野，另一边是风景这边独好。但是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风景这边独好的阵营当中，我们是不是要看一看还有多少人需要这份帮助？今天我们分享爱健康到底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是为了一定挣到多少钱才去做这件事儿吗？那是个必然的结果。今天我们的起心动念，如果说给他人带来一个改变的机会，把这9.4亿人当中月收入还不到2000人这里边的更多的伙伴和我们链接，让他可以在我们爱健康有一个重新改变命运的机会，是不是我们给自己积德积福呢？是不是来分享爱就是在创业呢？请伙伴们深思，今天我们的起心动念应该是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爱健康带给我们的这份幸福的情景，再看到这些水深火热当中的人们，要不要伸出那个援助之手？要不要开这个口？开口还难吗？送给别人祝福还想他是 yes 还是 no 吗？送出去就好了，对吗？好，那么关于公司市场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核心问题呢？2种人会对公司产生不同的问题。一种人呢是平凡的简单的创业者，另一部分人呢是专业性的创业者，也就是说他在这样的组织行销的行业耕耘过，所以大家问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小白会提什么样的问题小白会说，为什么要选一个美国公司来创业呢？为什么不选中国公司？为什么公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它的投资主体药厂的名字呢？为什么公司一定要走上市的道路呢？刚成立2年的公司会不会有创业风险呢？疫情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公司发展？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会不会影响公司可持续发展呢？是不是我们的普通的伙伴都会提出这样的非常可爱的问题啊？那么专业人士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讲都不会是问题，因为他们在这个行业千锤百炼过，这些基本的认知他们已经解决了。那么他会提出什么样的更深远的问题呢？这个公司的合法性的论证应该怎么去理解？长久性的依据在哪里？我们要做就做一个合法的企业，做一个能够走向长远的能够做100年的企业，甚至可以做传承，对不对呀？
我们的公司的发心和愿景是不是只为了挣钱啊？为了赶上 NMN 的时代红利，未来到底要做什么？是否有中国元素来运作我们中国为主体的市场？在中国和全球的推进战略是怎样的？大家看，行业人士关心的问题和普通的非行业人士关注的问题会有不同的视角，也会有不同的深刻度。但是不管他怎样的去关注，我们都要给伙伴做出非常精准的解答。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公司的基本面，这些个问题会延伸到我们的4P 辅导当中。也就是说，每一个周的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半这个时间段，我们就会来给大家去辅导这些问题。不仅有雨露老师，还有我们创始人团队的其他各位领袖，包括我们的顾问们、千人大将军们，还有一些在市场一线有非常好的经验积累的这些创业领袖们，大家轮流来站台，共同来合作，回答伙伴市场当中的这些可爱的问题、专业的问题。时间的原因，我在这里就不一个一个去解读了，留在后边。来日方长。好，那关于公司的基本面，我们给了大家3页纸。第1页纸是公司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给到我们的数据还有公司的一些战略设想那么第2页纸是我们的公司为什么能够在疫情这么严重的2年创造了这么辉煌的业绩，拥有了这么大的份额，培养了这么多的创业领袖，拥有了这么多忠诚实用的消费者。因为他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严冬下创造了传奇，是因为他的定位就是要解决社会问题今天我们看到他真的在解决社会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社会问题解决的一部分，我们大家都在这里拥有个超级和公司合作的机会，没有沦为惨重的风景的这个部分，血流成河的一个部分，而是在风景这边多好的一个幸福地带里边。所以我们的幸福地带要延伸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对吧？那第3页纸是我们要解决的关于公司的一些问题都是什么，每一个大家都要做出精准的答案，给到我们的伙伴来做辅导。好，我们进入产品这个部分。产品这个部分呢，我也给了大家1页纸、2页纸、3页纸、4页纸。好，一共是4页核心的一些问题。那我逐一的给大家做一些讲解。那么在 NMN 这个产品这个方面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几个重要的需要掌握的知识点一个是它的科学地位，第2是它的科技原理。科技原理包括了 PDR 6大功效，那还有它的社会影响力，还有我们爱健康的产品优势在哪里，我们爱健康产品的使用对象是哪些，我们爱健康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个几个方面如果大家都能够很好的把握，那么4P 就算你过关了。好，我们逐一的去学习一下请伙伴们一起来学习。这些所有的材料都在我们131道题当中，我只是把它做了更深入的提炼。那么这些提炼语言可能更加的凝练，大家记住这些精准的表述。首先，我们的 NMN 叫什么？贝塔烟酰胺单核苷酸。NAD 加叫什么？贝塔烟酰胺双核苷酸我们俗称它辅酶1号。首先大家知道这2个英文的表达，它的对应的中文表达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名字记住专业不专业就在于你能不能记得住。好，那首先讲它的科学地位。它的科学地位的结果就是把我们的人类生命带向了150时代。那么这个150时代是经过科学家100多年的求索而完成的。首先第一个部分 NAD 加这个辅酶1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种内源性的物质，每20年就要下降1半，导致衰老和慢病的产生。没有它30秒人就会死亡。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精准来表达。第2句话，先后有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揭示了 NAD 加的重要性，但是其分子量大，外部不进来，牛油果、西兰花、毛豆等食物当中有，但含量又很少，因此成为世纪难题。它的发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NAD 加跟我们身体的
这个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补充不进来，是个难题。那第3句话，问题有答案了。201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大卫·森克利尔博士发现了 NMN， 2个 NMN 的分子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 NAD 加的分子，终于找到了提升 NAD 加辅酶1水平的有效方法。第3句话哈，第4句话，此科技成果被发表在《自然科学》、《细胞》等世界顶级医学杂志上，引起了旷世轰动。科学界预言已经找到了抗衰老的钥匙，人类生命的150时代到来了。这就是它的科学地位以及 NMN 诞生的过程。作为我们普通的创业者，大家能够把 NAD 加的科学地位理解到这样的程度足矣，但是需要精准表达，别表达错误了。它的科技原理3句话更简单：激活线粒体95%的生命能量，为细胞自我修复提供修复酶，打开7条长寿蛋白基因。那么怎么去理解激活95%的生命能量？我们后边有一张细胞图，在这块呢，我想告诉大家怎么跟伙伴去讲这3句话的意思。我们不是科学家，不是医生，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事儿说明白呢？我们大家一起来。首先，我们要知道人体当中有60万亿个细胞来构成，把细胞可以想象成鸡蛋的样子啊。那这个鸡蛋壳就是我们的细胞膜，那么鸡蛋里的蛋清就是我们的细胞液，细胞液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俗称它叫发电机，就是我们的线粒体。那么再往里，像鸡蛋黄一样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细胞核。细胞核里有23对染色体，把染色体拉开了，就是我们的 DNA， 螺旋状的。大家看，双螺旋状的就是我们的 DNA。DNA 再往拉，就出现了这样的像暖气片一样的叫碱基对儿。这个碱基对儿需要很好的配伍，它才能够正常的复制，这就是我们基因的密码。那么只有穿透到细胞膜，进入到细胞液，再到细胞核里的物质，才能够在细胞里边细胞核的层面形成深度干预。所以只有小分子到1000以下的才能进入到细胞这个核，穿透细胞膜进到细胞里边来。那么只有达到像 NMN 这样334.22单位的小分子才能到你的细胞核里基因层面产生作用。所以我们的养生素是分代际的只有到了 NMN 时代才可以到我们的细胞内核里基因层面来产生作用，这就是人类科技的天花板。好，我们把细胞这件事搞明白了，那么我们首先激活95%的生命能量是指什么呢？我们所吃进的东西怎么去变成了氨基酸蛋白，是吧？这样的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微小颗粒的呢，是要在这样的线粒体当中完成物质加工和能量加工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听伙伴举例子说，我吃了个鸡腿，我们身上没有长出个鸡腿呀。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线粒体当中转化了我们的物质把它变成了非常非常微小的蛋白和氨基酸等等来滋养我们的细胞。所以这个线粒体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物质转化还有能量生成。能量是什么？ ATP， 让我们身体有劲儿的可以干活的，那就叫能量。那么这个线粒体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它的功能就会下降。喝了水你都觉得长胖，为什么？就是线粒体的代谢能力弱了。那么如果把线粒体的能量激活了，那么我们就会恢复我们的年轻的生命状态，因为你的代谢好了。所以把这个 NMN 摄入进去之后，它会迅速的穿透细胞膜，15分钟左右就会在我们的线粒体和细胞核里头发挥作用，30分钟左右的时候，它就会在我们身体当中均匀的分布。所以大家看，首先是把我们线粒体的生命能量激活，线粒体发动机先让它回归到有力量的状态，这是第一步那同时呢，它还可以深入到我们的
各个细胞之间的表达里边，也就是说，它会形成细胞之间沟通的语言。NMN 摄入之后，各个细胞之间就可以对话了，就可以高效的进行沟通啊。它提供的一种细胞修复酶叫 PAP 酶，而这个酶呢，就使得我们所有的细胞破损的自我修复成为可能，提供了这种修复酶，让细胞产生自我修复的力量。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如果去修房子，你光有砖和瓦，你没有那个大泥和在一起的那个辅助物，你是不能够砌成砖和瓦的，对不对呀？那这种修复酶呢，就是提供了这种修复的底物，没有它，生命活动是无法进行的。所以这种我们的NMN 提升的辅酶一，参与了我们上千种的生命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细胞自我修复变为了可能。不然都是代谢出的垃圾了。好的，那还有第3个重要的作用，打开7条长寿蛋白基因。那么我们大家如果用过白藜芦醇的哈，知道我们大卫森克利尔在2003年的一个研究成果的伙伴都知道，它可以打开我们1条长寿蛋白基因。啊，今天我们的 NMN 提升了辅酶1的水平之后，可以打开我们7条长寿蛋白基因。那么我们跟伙伴去做这部分链接的时候，该怎么去链接呢？你不需要把它一下子都记住，你只需要把这张图打开，然后如果他身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给他重点的去讲哪一部分就可以了。那左侧的呢，这是一个基因的横断面，也就是细胞里边的细胞核这个里边的更深的横断面。那么你看我妈妈，她的心衰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中晚期，1分钟只有37、8跳到40跳的心脏的跳动，时刻都可能会走的。但是用了我们的 NMN， 1天1粒，当时只有75毫克1粒，20天他的心衰就可以从37、8跳的1分可以跳到1分50来跳。为什么？第7条长寿蛋白基因被激活了，心脏的功能得到了很好的修复。那么我们还有大量的2型糖尿病的患者，用我们的产品3到6个月深度干预之后，告别了胰岛素，血糖慢慢的趋向正常。为什么？第6条长寿蛋白基因被激活，它会调整血糖并降低胰岛素的抵抗，让我们身体的血糖的整个的一个代谢呈现越来越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大家今天听了华医生的讲座，是不是特别的震撼呢？有那么多的肿瘤的病人在我们 NMN 的帮助下，能够产生很好的配合放化疗的修复，减轻毒副作用还有一些指标的改善，甚至有肿瘤的缩小，多震撼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人类认为无解的疾病面前，我们用 NMN 可以帮助上很多人，因为它可以产生细胞的自噬，好细胞可以把坏细胞能够吞噬掉，让我们的癌细胞在体内呈现平衡。所以对预防癌症，特别是家族有遗传的癌症史的，比如说像我父亲57岁结肠癌走的，那我用它就做了很好的这样的防范。那如果我们不幸患上了肿瘤，我今天还和华医生说，不要害怕，今天的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 NMN 已经有了，我们可以用它很好的辅助医疗，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可以给我们进行营养干预，营养干预已经成为1线医疗。所以肿瘤病人，我特别想跟这样的患病者讲，因为我们家族当中，我亲爱的父亲就是患这样的病走的。今天大家赶上了 NMN 的时代，我们的生命是有曙光的，振作起来，调整好心情，好好的使用 NMN， 跟大家在一起，把这份爱传递给更多的人，心情就会越来越好。不仅自己受益，还能够帮上别人，这本身就是一场自救。好，那像第2条、第5条长寿蛋白基因一旦被激活，就会减少肝脏内的深度的垃圾去调整代谢，去减少氧化应激反应。所以很多三高类的病人、代谢类疾病的病人，他为什么会用我们的产品？真的3到6个月会有非常大的指标上的改善，就是第2条、第5条长寿蛋白基因被激活了。第1条长寿蛋白基因是营养动脉的，动脉的年轻程度就是我们的年龄的这个身体的年轻程度这里边直接关系到我们是不是有血管上的垃圾附着。
那第3条长寿蛋白基因直接就是调理我们的自律神经，身体平衡好，增进长寿的。所以大家看，这7条长寿蛋白基因都对应着不同的脏器和功能。我们慢慢的给伙伴讲，你慢慢就讲明白了。你没有这张图，你也能讲出来。所以开始的时候啊，就根据我们的伙伴是什么样的身体情况，我们就给他讲某一个部分，然后把对应着的能找到的文献发给他2篇，也许他看不懂，但是请他能相信这是科学。好，这就是它的科技原理，记住这3句话。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啊，这3句话，我们大家慢慢就把它能记住啊。那么我们的 PDR 美国医生药用指南讲了它的6大功效啊，现在我已经能把这个背下来了啊，我相信伙伴们慢慢你都能背下来。支持长寿，支持免疫系统，促进能量生产和耐受力，促进新陈代谢和细胞优化，支持心脏健康，支持认知功能。大家看，我们基本上的一些慢病、退行性疾病，在这6大功效下都有满足。好的，这些大家慢慢来记啊。我们只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把这些需要学习的重点掌握住了，那么你记住它就是个慢慢的事儿。而且你记不住，你就回来翻就可以了，没人笑话你记不住，因为我们谁也不是医生哈，谁也不是科学家。啊，那第3个大家需要了解的就是它的社会第4个部分啊，社会影响力。也就是说 ，NMN 问世之后都有哪些社会上的美誉度和反响？首先，在科学界，我们的大卫·森克利尔博士自用并著书立说，写了《Life Span》，人可不可以不变老？那么投资界，投资界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财富的风向标啊。大佬投资并且自用，股票市场 NMN 概念开始兴起，传媒界跨界跨行进行宣传啊，军事界美国 NASA 宇航局特种司令部都在考察 NMN 可不可以用于强身健体。所以这4大方面呢，是我们看到啊，跨界跨行在宣传 NMN。那这些顶级大佬、富甲权贵开始使用。好的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的支持啊。你看什么样人在用？美国太空宇航员啊，美国宇航员2次给予我们大卫·森克利尔博士授予勋章嘉奖啊，就是对防辐射的巨大作用。科学家自己著书啊立说之外，他还自己来使用啊。大家看，使用3个月 （3 months） 这儿呢，日用500毫克，他的血检指标从47岁年轻到了32岁，整整年轻了15岁，震惊全世界。这是他自己抛露出来的事实。所以科学家自己用他的这个老父亲今年应该是86了啊，一直在用。他说他回到了30多岁时候的体能，他可以健步登山，可以跟年轻人一样划皮水艇。而且森格利尔博士，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家庭啊，他的弟弟嫂子，他们家的3只爱犬都用 NMN 抗衰老。你说科学家的生命值不值钱？科学家研出来的成果，他会骗自己吗？什么样人在投资？李嘉诚、巴菲特等等这些商业大佬进行原材料方面的有关投资，也自用有关的产品。那么还有股票市场已经有 NMN 概念了，所有的股民啊，如果大家在线的话啊，有股民的6亿股民，将近7亿股民都知道 NMN。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跟伙伴展业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哎，你最近还在炒股吗？你有没有知道有个 NMN 概念？所有人都知道，因为在这2年当中3次集体涨停板，最大的一次涨停板，金达威连续涨了8天。那今天我们去追这涨停吗？肯定不会，对不对？我们在爱健康只要自用，你就消费累积股权了。2025年上市就有我们的份额。所以大家看什么样人在投资呀？这些大佬们在投资，股民也在追涨。好，那我们再看什么样人在传播啊？有我们的这个科学家写的书啊，进行科普，还有我们的淘宝、京东组织的 NMN 品类发展白皮书来进行行业标准的探索，还有人民日报终端数篇文章来进行 NMN 的科技普及，还有中信证券给出的预测，未来将会达到1000亿市值，我觉得不止。
那还有大量的国内外的跨行跨界对它的宣传报道来揭示它的抗衰老的原理，以及今天我们营养干预这个预防有多么的重要，恩爱们又是多么大的对人类的一个祝福和福音。所以一个好的对人类有重大福祉的事件发生，或者物质出现的时候，它会引起跨界跨行的宣传，因为它有公共价值。大家觉得对吗？好，这个呢都需要我们慢慢的深化来掌握的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知识点。好，我们的第1页产品讲完了。第2页，我们爱健康的产品优势最重要表现在它的安全性上。从消费者角度来看，那么它的纯度99.8%被录在 PDR 里，写在瓶身上，不能是光说，要看到证明。第2，它的原材料 Grade Y 实验室1级的原材料，美国、德国专利原材料，不是从一些污染地带去销售到美国，又变成成本回到各个国家的。所以原材料是上游做了安全上的掌控。那它的认证体系11项权威的背书和认证，最权威的这样的一些认证我们的公司都有。所以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你看，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是 FDA 审核备案的有3大这样的认证和这个背书，一个是 CGMP 标准的药厂，第2个呢是收录在美国医生药用指南进行营养干预辅助医疗，医生可以开非处方药 PDR。第3个呢就是获得了全球自由许可，在任何 WTO 国家可以自由的畅通。第4个拿到了美国的消费者实验室的认证，这个认证是双盲检测，在市场上买回来这个产品，把它的所有的包装还有厂家去掉，回原到最原始的粉末去检测它里边的各种指标，然后再还原到是哪一家生产的，这叫双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爱健康的 NI 们所有的主流产品全部拿到了消费者实验室认证，这个认证还高于 FDA 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这个等级，非常难拿这个认证。而我们爱健康的主流产品全部拿到这顶级的认证，还有素食认证信佛的伙伴，还有一些宗教信仰的伙伴是可以用的素食认证，还有清真认证，穆斯林可以用，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材料安全认证还有一些关键质量点还有一些质量稳定性以及保险试验等等，能够在这个膳食添加剂功能性食品这个范畴内得到的顶级的认证，我们的公司基本都拿到了。所以认证体系呢是分级别的。我们有伙伴会提出说，为什么没有中国的认证？因为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品牌，那么它拿到的是全球化的认证。如果有一天在中国要进行设厂或者进行这样的这个中国化运营进行销售的话，那它也会拿中国认证。那么现在在中国是保税仓的整个的一个审核，全部用这些认证作为基础的，都达到了海关包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有关部门的这些审核和批准，才能够在福建的平潭保税区进行落地，也是 NMN 做品牌概念的第一家，也可能是唯一一家现在落地的这样的美商公司这是它的这个在安全性上的几大标准我们需要掌握的。所以呢，我们来考虑它产品的使用对象的时候呢，我把它总结为3品大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对应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考虑到用产品的需求，那首先呢，就是有和药品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和我们以往的这个保健产品旧品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和有 NMN 的竞品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叫3品大战那和医药之间的关系呢，实际涉及的是对有一些需要服药的人需要治疗的人，要不要用我们的 NMN？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组数据也就是说，在全球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数据，75%的人是亚健康的，20%的人是需要就医的，5%的人才是完全健康状态，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这20%医疗群体需要 NMN 做营养干预辅助医疗，对吗？这部分人需要开观念的所以
凡是相信医院有病了，到医院去解决问题，在这之前不需要吃任何东西来保健自己的人，这属于没有保健观念的人。但是我们在医疗这个需要就医这个层面，如果加上 NM 的干预，是不是有更好的医疗的效果？那么75的亚健康的人群，也就是说身体我们的细胞已经受损了，那么一直受损下去，势必要进医院的。那你要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它拽回来用我们的营养干预，让我们的亚健康逐渐减轻，甚至消失，恢复到正常的机体的功能。75%的亚健康最需要我们的 NM 了，对吗？那还有5%的健康人群，虽然我们现在是健康的，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还是要老化。你要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创造逆龄长寿呢？所以哈佛大学给出的那个研究成果用5年、10年、15年，用30年完全不一样用到15年以上，你的患病几率会减少70%呀！大家看看那组数据震惊啊！所以你看，不管是有病的人、亚健康的人，还是没病的人，是不是都需要我们的 NMN 呐？关键他有没有保养观念对这样的一部分人，我们主要是开观念，对不对？第二部分人用上我们产品的消费者，第二部分人就是他有保健观念，但是呢，他用传统养生素比如说他用的是传统的基础维生素D 呀、钙呀、C 呀等等，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养生素，比如说欧米伽3呐、深海鱼油卵磷脂这些我妈都用过就是针对某一类疾病非常有效，像护心表护肝片等等。那么到细胞修复型就是我们的白藜芦醇，那到基因平衡型现在已经是一小粒可以解决吃一把的问题，5G 黑科技，简单容易还高效还省钱。你说要不要我们优化到基因平衡，用我们的 NMN 呢？智慧的优化到这里呢？所以有保健观念的人需要升级换代了，对不对呀？这是和旧品之间的区别。那和竞品之间呢？有可能有人已经用上了 NMN， 但是同类产品当中我们是有比较优势的。同样的消费，在我们的爱健康是吧？你只要是在这儿每个月829人民币，你账户活跃，你就开始累积积分了。如果你是 L4，11400块钱，直接 L4，买一个最好的这样的组合，那你就可以累积我们的股权呐、学习机会呀、旅游机会呀。还有我们的未来的康养待遇呀，还可以有大概率的幸运奖是不是？我们不分享就是自用，有这么多的增钱价值，有这么多的未来的溢价空间，为什么不在这儿用呢？不能交智商税，对吗？所以对这些竞品，带模式的、不带模式的，我们都可以去做优势的分析做优化的选择。所以 NMN 在爱健康它的价值具有变现性同样的消费，它是个投资呀。所以已有观念健康观念已经用 NMN 的人，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整合到他用完了之后用我们的，或者干脆咱就用爱健康的 OK 了。所以大家看，是不是我们对应的使用对象就是没观念的人，有观念用其他产品的人有观念已经用 NMN 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这叫三品大战，对不对呀？大家一起来思考针对这样的3种人，我们如何去链接他们？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爱健康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如果说今天我们做创业的话，爱健康的产品是让我们抗衰老的，但是只要我们一去分享，就变成了经营者，那么这个产品就成为了一个工具，可以让我们王炸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的竞争力我们怎么来看呢？首先我总结了3句话给大家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牛。那我们来看这3句话如何去让我们创造市场核心竞争力的。你无我有是 PK 掉了一般的保健产品没有 NM 的平台，那么大家就可以升维到最天花板级的保健产品 NMN 来使用。你无我有，对不对？那如果你已经在用 NMN 了，你有我优在哪儿呢？首先安全度，你有没有这么多的认证？有没有那么好的纯度？有没有那么好的原材料的级别？好，那如果你是从零售平台买来的，不管你买的多便宜，你都在一直花钱呢。你要在淘宝、京东，你就是买100多块钱，多少多少粉你要真的一直用它，
刚性的保养的话，到我们活到150岁，你看看加一起要花多少钱？几百万可能是，那你要一直花钱吗？所以大家用 NMN 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地方买来的，后边的溢价是不一样的呀。它爱健康，我们有模式，我们可以不只花钱，我们慢慢就免费用了，我们还可以创造价值，为什么不呢？而且我们的安全度又如此之高，认证体系又如此的健全。第三句话，你优我牛，牛在哪里？我们的模式是可以让我们很快就免费用，很快就可以获得这么多的增权，很快可以建造出自己的管道的。我们是在带这样的一个高级模式的。现在高级这俩字非常的时兴哈，我们的模式高级呀，高级在哪儿？你看，我们只消费就有增权、股权、旅游、学习、康养、永续积分、幸运奖。我们只要分享给10个人，每个人公司都会给我们$16的反馈啊，因为我们在服务伙伴嘛，我们在分享爱，在利用时间。那么公司就会因为我们代行了原来服务团队啊，这个那个 HR 啊或者教育部门该做的事情，那每个月都给我们钱，只要有人在这复购，我们就有钱。10个人160就 cover 掉了829人民币，$130，对不对？所以分享10个人，你就可以给自己做天使投资了，因为你不用再花钱了。如果你进行保健消费的话，一瓶足够的话，对不对？那么你有这10个人，奇迹就出现了。28定律就会有2个人看懂，想去分享，慢慢你就拥有了100人团队到1000人团队。哎，你稀里糊涂的你就开始有收入，养家糊口到财务自由。那你开始稀里糊涂，慢慢后来可不稀里糊涂啊，要跟上我们的系统，用系统的方式去带团队，哎，自然的就裂变了。所以大家看，是不是你优我牛啊？现在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奖金制度光消费有好处的，只有积分，没有其他的这些实实在在的增权价值和溢价空间，还没有发现啊。只有我们爱健康是这样。那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还牛在哪儿呢？我们有3款产品是独步全球的，没有竞争对手啊。现在 NMN 只有粉末和胶囊，而我们爱健康有 NMN 的咖啡、NMN 泡腾芡、NMN 逆龄霜，内服外用都有独步全球的这样的品牌，所以我们是做 NMN 的品牌商啊。那我们是有科技壁垒的，谁不想再去生产 NMN 咖啡呀？谁不想也运动之后喝上一杯水就服用了 NMN 呢？谁不想把 NMN 用在护肤产品当中啊？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2家有这样的可以跟我们爱健康 PK 的产品出来，说明我们的科技是有壁垒的，说明我们的顶级科学家的研发是有非常大的先进性的，对不对呀？所以有人经常会问，我们的产品是从哪生产的？到底是哪个科学家生产的？带着原先平台的一些痕迹，不需要这样回答，你就告诉他，我们现在有3款产品，到目前没人能够仿出来，也没有人能超越，而且这些产品都拿到了最顶级的认证，你还怀疑它的科技实力吗？还怀疑它的研究水平吗？它的科技的先进性吗？是不是不用怀疑了？所以大家看，我们爱健康产品的市场核心竞争力能不能这么精准的去掌握？然后你展业当中去讲给别人。我们这个4P 干啥的？你做谈单的时候用的呀。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就有对应的解决方案，对不对？你去启动伙伴的，伙伴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有解答的这个角度和给到他的这把钥匙，对吗？所以4P 不是说让我们做一个事业说明会的，是要解决问题来用的，需要谈单创造绩效来用的。好，那么关于产品，我们市场当中通常会有哪些问题呢？你看，普通伙伴会关心什么？美国公司的产品会不会欺骗中国人？好可笑，是不是啊？但又好可爱啊，有中国情节，总怕被老美骗了。为什么要用爱健康的 NMN？产品的成分都有些什么？长期使用会不会有副作用？怎样组合和策划会最省钱？购买会不会很麻烦？会不会在物流上收不到？金流物流在关心，对不对？你看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就关心这些事儿嘛，但是专家可不一定。来去做事业定位的创业定位的专家来考察产品，他会问出这些问题。我在谈单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被问到过啊。一，产品科技含量是不是最顶级的？你的先进性在哪里？第二，产品是不是具有独一无二性？它有没有竞品？在竞品当中
会不会有它的核心竞争力？爱健康是个时代红利，一花独放不是春，满园春色才是春，是不是啊？所以有这么多的公司追求 NMN 的红利，证明了它是一个时代红利，是一个未来的人类的刚需。70亿的人口，现在才有多少份额呀？不怕竞争啊！我们都祝福其他企业更好的发展，但是我们爱健康要做好自己。我们有3款产品具有独一无二性，对不对？我们的咖啡、我们的泡腾片、我们的逆龄霜，我们内服外用做品牌经营，这就是我们的独一无二性。我们不是做大会，也不是做这样的打补丁，也不做商城这就是我们的独一无二性。还有哪一个是主打爆品？你看是不是啊？都会问呐。那给有个主打爆品，我们 NMN 就是主打爆品呢。你愿意用什么样的剂型都行。我开始给大家解释，我本来不想解释的啊。还有产品线复杂吗？我们就是单方不复杂，就把一个 NMN 45秒，你秒懂百科知道了就行了那回头你就选什么样的剂型呗。你愿意喝咖啡，你就用咖啡；你愿意喝水的方式，运动以后你就喝泡腾片你愿意吃胶囊，简单方便你就吃胶囊。产品线不复杂，教育成本很低呀。我们就是秒懂百科，45秒就知道 NMN 是什么，你不用费很多的口舌去跟别人讲产品。你还给变成个产品专家，还给拿好多的时间去跟人家讲一个产品一个产品，不停的去销售，朋友圈全都是产品推广，教育成本是不是太高了？把人都炸没了。第5个，产品的单位购买额是否太高？如果大家想体验单品买的购买额比较高，比如说你这个 NMN 你要花2500块钱买一瓶，那肯定体验者少，是不是啊？你这个流量就不容易打开。我们的单品一瓶的 NMN 才多少钱呢？才990块钱。那你要买一盒咖啡试一试呢，才$65，300多块钱包括泡腾片也是这样的，你买一盒很简单你买一个逆龄霜也单品那个价格不贵这就是单品的价格不是很高，它就会引流嘛，体验者多。第6个，产品线成熟期会不会很快到来？你看我们爱健康2年了，是不是非常有节奏的在上线它的品牌 NMN 内服外用啊？现在也在控制着节奏，对不对呀？所以到这个感恩节附近还会出现我们的多维多矿明年可能还会有新品出来。第7个，金流物流还有对消费者的保护机制是怎样的？这是专家要问的问题金流能不能解决？付款顺不顺当？物流能不能及时收到？如果消费者没有收到，有没有赔偿措施、补偿措施？只有这些都是顺畅的，市场才能做呀，这个管道才能打通啊。所以你看，专家会提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每一个在我们接下来的每周5的9点到10点半都会给他一一的进行探讨和解答。好，这是产品。这几页纸大家可以到时候来看。好，接下来简单了爱健康的商业模式，我给了大家几页纸呢？1页、2页、3页、4页、5页纸好，那关于爱健康的商业模式呢，首先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公共场合我们不允许详细的去讲奖金制度，因为不管我们国家的这个直销管理条例，还是国际上通用的，用财富去炫耀或者去吸引他人，这都是有扩大宣传的嫌疑。你能挣的一些钱，别人不一定挣，每个人都是有差异的我们大家都会走向挣钱的节奏，但是每个人是有差异，你不能拿去就是这个财务制度作为一个蛊惑人心的这么一个方式，这是错的。所以呢，我们在4P 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把这个详细的奖金制度放进来，但是要给到大家挣钱的逻辑。那首先这也只说明的是什么呢？就是爱健康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它是一个要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公司它是一个无门槛轻创业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所以我们只要简单的用$130、829人民币自用，你就形成了消费投资，用这样的一个自用的形式撬动起一个全球的经营权，拥有全球管道资产的大生意。所以$130撬动一个全球大生意，这就是爱健康的商业模式，就这么简单。$130拿到全球总代理，拿到这个广告费用，因为你自己自用就成为活广告，拿到所有的管理费用，因为你只要在这个创业里你就用上我们的系统，
没有任何经营管理费用，系统帮你做，而且全免费。所以$130，829的每个月的自用就是你所有的经营成本，而我们获得的是一个全球裂变出来的大生意。那么它的节奏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个全职创业者，3个月左右做到百人幸福账啊，就是每个月$2000起跳的一个收入水平，两区要平衡啊。那么因为全职创业者你肯定是两区都做的嘛，就平衡那就达到了每个月$2000。刚才我们说了，中国有将近10亿人，每个月都不到2000人民币，差7倍，而我们3个月就可以做到。如果你全力以赴，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生意？那么1年左右实现大将军，就是我们现在的 K 计划，做到100万人民币以上的一个收入水平啊。如果我们 L4 级别股东份额比较多的话，你是可以达到年薪这个$20万这样一个收入水平的。那么3到5年来做到财富自由，就是年薪$100万虽然我们有的创业领袖可能1-2年就拿到了哈，但我们就是从大多数人来讲，3到5年拿到一个财富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么大家可能会对这个行业有的人刚刚接触，还不知道这个行业为什么会这么短的创业周期可以有这么大的财富，就是因为他做杠杆。每个月这$130，你可以杠杆出很多人口碑相传用我们的产品，也会杠杆出很多人愿意分享爱做创业。那么大家的创业时间就给我们创造绩效，大家带来的人脉就是我们的人脉，所以它裂变了时间，裂变了人脉，所以它会有超级的这种倍增，指数级的增长。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剥削呢？这是一个团队作战，没有任何的剥削。今天雨露老师给大家讲课，我付出了时间，付出了劳动，是不是？我是另一种对大家的支持，所以我们是集体作战。那么我们的所有的商业版图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支持，命运共同体。所以这是一个团队作战的商业模式，告别了我们每个人的单打独斗，也让我们每个人的缺点在这样的一个作战当中得到其他人的补台、补色、补光、补亮，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用优势来合作，所以他会创造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结果。用短时间可以创造一个团队的成功，每个人拿到你自己的贡献额，就这么简单呐。这就是未来引领全球的50年的消费资本论用这样的理论，今天我们找到了爱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公司那么对非行业人士，就是小白，你讲什么呢？就讲他的财富逻辑，这个钱是怎么赚的这个钱是怎么赚的？我经常给大家就讲这张图你看，我们传统去买一个东西，一定是在一个平台上或者是商店里买，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不用这么买了，我们不就是一个推荐人给我们注册一个账号，我们就在公司的平台把会员注册好，然后到保税仓去提货吗？想买啥你就买啥那个支付宝一支付或者那个信用卡那个支付宝一支付就行对我们保税仓来讲就要用支付宝或者用我们的微信那个付款，你就可以买了。所以这些是不是代理没有了？这些代理原来都是受公司的委托，拿到各种代理的权限，然后进行他们的劳动作业的。他们挣的是什么钱呢？信息差和价格差。但是今天这些代理没有了，由我们自己来和公司链接，那省下来的这些个费用给谁呀？就给我们呗，因为我们去做了分享，我们献出了爱和时间，这叫什么？渠道革命。我们革了渠道的命这些代理商不存在了，我们每个人和公司都是超级合作者。那是第二个呢，我们的消费，刚才我们说了，你自用的829人民币$130，你就变成了一个投资行为，你就可以在这里撬动一个全球大生意，是不是革了消费的命我们不再成为那个简单的只花钱的人，我们智慧的消费，我们变成了挣钱的人。第三个，我们挣啥钱呢？我们挣多少钱呢？挣无限的倍增的收入。我们链接的消费终端越多，我们的收入也就越多。因为有人有在这里的消费，公司都会给我们钱。因为有人消费，我们会带来服务，会带来对他们的陪伴，带来给到他们的所需要的需求上的帮助，对不对呀？
因为我们大家深入链接在一起，形成了互相的帮助，而使得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大，消费的人群越来越多。那消费终端的这个裂变，就形成了我们的数字化资产呐。亲爱的伙伴们，我们革了谁的命啊？革了我们朝九晚五的命啊！我们不再朝九晚五，就挣24小时生命的钱了。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干点别的，你说我们还能有多长时间？但是今天我们可能有10000个小时同时作业，10000个小时分享爱，有10000个人跟着我们一起分享爱健康，你说是不是会创造更多的消费流量，而带来我们收入的倍增啊？这叫数字化资产，这叫倍增性的收入，不做也有，只要有人在这想抗衰老，我们就有钱。所以你看，是不是这3大革命啊？今天我们投身到爱健康事业，就是创造了3大革命，让我们消费变成投资，让我们有被动收入，让我们和这家公司超级合作。那我们需要做的事儿，不就是简单的一个自我消费吗？而且就这么少，829人民币就拿到了一个全球总代啊，广告费用、管理费用全是0。那我们呢，一分享就变成了一个 B 经营者啊，我们就开始有各种收入。你都不用去想你的收入是什么，在你的后台你就闭着眼睛，你就拿到手里就行了，是不是啊？你要不要它都在那儿，这就叫被动收入。那 S 呢，就是公司啊，作为一个超级平台，研发、生产、金流、物流、行政管理、电子商务打造，这些全部是公司给我们整好了，你不需要自己去开门店，人吃马喂，是吧？又雇人又花钱，又这个那个的，工商税务银行通通都不用了，我们就做爱的分享，做爱的使者，你说好不好？上哪找这么一个生意呀？我们多么的幸运呀！所以在线的伙伴们，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啊，请感谢我们的推荐人。我在这里还要说一句，妈，800多位伙伴啊，感谢我生命当中的大贵人，我亲爱的华医生和杜千军博士，我真的非常的感恩他们。我不仅因为他给我带来的这份好运感恩他们，而是透过我还带给这么多的人好运，这个好运在复制，这个好运在传递，这个好运在让我们走向寒冬下的那个破局，这是什么样的功德呀？所以华医生，亲爱的华医生，我永远爱你，代表我们燕之歌人爱你啊！真的是这样的一个链接呀。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推荐人，我们会不会遭很多人的爱呀？收到的都是满满的感恩呐。我们今天送给别人的是多么大的一份祝福啊，亲爱的伙伴们。好，对行业人士讲什么？讲比较优势。爱健康的财富制度彻底解决了传统行销鸡腿吃顶了的问题。大家，我们燕之歌的伙伴都知道这5个字，对不对呀？我们传统的诟病是什么？你看，鸡腿吃顶了，多形象啊！我为我的总结，我觉得很开心啊。鸡是什么？传统的我们的作业要爬级别，要重聘，要囤货。但是我们今天的爱健康不爬级、不重聘、不囤货，L4就可以拥有所有奖金资格，彰显公平。不论你啥时候来的，你只要买一个 L4，11400块钱美金，2200美金，你就拿到所有的奖金资格，没有什么早来晚来。第二，传统的有大腿现象啊，如果你把人就放在了一区，只有分儿，你是变不上钱的。水中月，镜中花，变现不了啊，那些消费额都沉淀给公司了。一个市场不能变现，这是这个行业的诟病，是公司去创造现金流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但我们公司不是这样，我们公司是一个市场也让你超级变现，得一人得天下。我们团队是不是有多位伙伴推荐出一个对的人啊，都有非常小财务自由的收入，对吗？好，让我们羡慕的燕妮老师，让我们羡慕的阿芬老师，人家就是好好的把这份爱传递出去了。那今天他们是不是啊，都有一个得一人得天下的美局呀？大腿可以变现，太棒了。第三，单纯吃没有好处，消费者没有好处，谁愿意在这持久的用呢？我们说消费者是最不忠诚的，一定让他消费有粘性，那给让他消费变得有好处。在爱健康有啥好处？刚才我们讲了，可以有全球积分，大概率幸运奖。如果是 L4，可累积股权、旅游、学习、康养待遇。你看，我们可以吃出这么多的溢价价值，为什么不在爱健康吃呢？
那还有顶的问题，很多大企业家、大富豪来到爱健康，他不是为了挣小钱呐，他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回馈给社会啊，成为社会的贡献者。那把爱健康做一个创业平台的抓手，所以有天花板的制度吸引不了大富豪啊、大的企业家、大的慈善者。那么我们的爱健康啊，是在消费沉淀上不封顶的啊，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一般的制度都有消费沉淀有天花板，而我们的积分1:1全让你拿回去，只要你两边有积分，全让你变现。我们公司说不和经销商争利啊，永远把经销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超级爱护经销商。公司的变现在资本市场上去进行，这就是我们啊创投基金的大手笔、大格局哈。还有我们跟这家公司的大幸运。那还有了是指什么呢？你看我们基本上所有的平台每个月都要有新增业绩，没完没了啊！你就做到多高的位阶，你要保证你这位阶不往下掉，你必须有新增业绩来保基的，来保赚的。特别是有一些刚刚进行当中的，每个月都要有什么小区业绩呀、新增业绩呀来进行考核，然后上级别的，那不叫冲聘吗？不要扒鸡吗？为了冲聘扒鸡，不就要囤货吗？所以没完没了啊！所以很多伙伴不停的换平台，就总是没找对家门，对不对？但今天我们在爱健康，复购为逻辑，存量挣大钱，每个月的月初大家超级的欢喜，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并没有新的增量啊，没有新的业绩啊，可是你的存量已经让你挣大钱了，是吧？每个人有复购都给你$4，你想一想，每个月有个保底收入的感觉多幸福啊！叫工作一阵子，幸福一辈子，这只有在爱健康我看到变成现实了。哪个平台可能都会去讲，但是都把我们给讲走了。只有爱健康，我们可以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创业领袖没有一个走的，遇到什么样的诱惑都不会走。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收入啊？一了百了哈！我们只要把爱健康做明白了，一了百了啊，收入永远都是一个上升的势头，就像我啊这样的这个曲线一样哈。这叫什么 ？success， 这才叫真正的成功啊！你打下的江山都缩水了，说没就没了，你说多恐怖啊，多悲催呀！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对不对？好，这对行业人士讲啥？就讲比较优势，讲鸡腿吃顶了的现象。今天在爱健康没有了，杜绝了啊，全部把它消灭掉。所以我们为不为爱健康而鼓掌啊？为不为我们选择爱健康超级的感到幸运和幸福啊？那我们跟所有的伙伴啊，无论你是做谈ABC 的时候，还是去做启动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谈这个爱计划。今天我们的 K 计划已经结束了，但是做大将军的爱计划并没有结束。就拿一个周期12个月、1年来说，投资周期12个月，一个月$130，人民币829，那么总投资额是多少？美金1560，人民币不到1万9976，这是我们所有的投资额。如果你愿意 L4的话，那你最大的投资额加上11400，也就是21400呗。你想花钱也没地方花了，就这点钱，这是我们所有的投资。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不断的分享爱，跟随系统成长进步的过程当中，你就慢慢1年之后做到大将军，做到大将军。刚才我们说了收入水平啊，公司不让讲啊，你最起码年薪100万起薪，对不对？所以你没有进行 K 计划，你也可以进行爱计划，iHouse 的计划，1年之后仍然是大将军的格局和大将军的结果。今天我们付出的就这点钱，我们更重要的是把硬件准备好啊，有个电脑讲课，有一部手机，一个网线啊，每天云端作业，笔记本和笔啊，烂笔头啊，每天大量的学习。那么这个收益真的就是指数级的倍增，是不是？1年之后你就创造了一个倍增的基础管道的收入。所以我们很多伙伴是辞职来做爱计划的，来做 K 计划的。为什么？因为1年就可以拿到一个超级结果，自然裂变。那你再去干别的也 OK 呀。但是爱健康在2025年上市之前，还有这3年的黄金期，我们要不要把握住？大家来深思。今天的爱健康对我们每个人一定是以火箭般的速度再去分享这份爱，火箭般的速度来建设自己的管道，因为接下来会倍增。好，
在这个奖金制度上有一些核心的问题都是些什么呢？大家看，对非行业人士他们会问什么呢？他会问这个行业真的是可以挣这么多钱吗？而且这么短的时间吗？不了解行业的特性。第二个，挣钱的合理性在哪里？刚才我们说三大革命就是它的合理性所在，对不对？投入产出比是怎样的？他觉得这2万多块钱的一个投入，还买回30多平的产品，我能够产出100多万人民币，还在不断倍增，我不相信呢。因为他不相信，所以他不重视，所以他就没做。这样的伙伴多不多呀？很多伙伴都是 L4加全年复购进来，但是没做，就是不相信这个结果。如果大家能够相信，我真的用2万多块钱，1年之后，只要我跟随系统能创造100万人民币这样的一个管道收入，还在不断增长，我相信任何人都会来做。关键是投资额太少了，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今天我们用铁证告诉大家，在线800多位伙伴，我相信这都是见证人。我们真的就是投入这点钱，那大家都拿到了不同的结果，还会拿到相同的、共同的结果。我们在路上。所以啊，非行业人士不懂得这个行业在360行以外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业如此神奇，创造裂变，创造大家的共赢。第4个呢，说我不会做，有人能帮上我吗？哎，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啊，说这个事儿跨行啊，我不会做。那么行业人士会关心更多的4个问题是什么？哎，你这个制度的比较优势在哪里？跟我原先的制度相比，我给找到我去升级选择的理由啊。第2，它是迅速挣快钱还是未来挣大钱？有资金流的实现非常必要，可以让大家养家糊口。但是如果说只是前期挣快钱，后边不能挣大钱，那你就是还是要割韭菜的，是不是啊？那你不是建了一个大厦，还让你自己推倒重来吗？因为你选择错了。所以我们既要有前期的资金流变现，还要有未来的管道收入挣大钱。第3个，你是做增量经济还是存量经济？也就是说，你的复购率怎么样？如果大家都复购，自然的，这个公司一开业，水龙头里就有水，流向千家万户，就有你的管道。那如果你做增量，不停的去找人，你上哪有被动收入啊？所以有一些个就是制度啊，它就是让不停的找人，然后不停的找人，形成的一个单，好多人来分这个那个获得的利润，那就是做增量，大家要有鉴别力哈。还有一些没有复购的品牌，那你要不停的找人来去在这里找概率的复购率，那可难了。所以在这个行业里的行家都知道有复购，而且呢复购额不要太大。复购率很高，这就是做存量经济。好，第4个呢，就是少数人成功还是多数人可以养家糊口。光少数人成功，那领袖们自己挣完钱，你说看着这么多伙伴不挣钱，于心何忍呐？这叫良知的事业，对吗？带团队都是做良知啊。今天你看我们做到这样的高阶领袖，我们还倾尽自己的所有来奉献给大家，来带着大家哈。一起来拿结果，就是有很多人还没有养家糊口啊，还有很多人没有拿到结果。那我们是不是拿到结果的伙伴还要回过头俯身帮大家？所以我们的制度是让大家可以多数人成功的制度，我们的系统也是让小白们都能够走向成功的系统。所以行业领袖非常关心他能不能锁定一些创业者在这里，不然就会这山望那山高慢慢就走掉了。那流动性太强的这个行业是很可怕的我们讲人才流动是必然的，但是如果流动性过强，你培养出来的人很快就走掉了，那是很悲催的说明我们的选择还是不对，或者我们的运作还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对市场中的这些问题我们也都会给到大家解析方案。最后一个部分了，关于我们的系统我今天找的这张图我好开心一是它有好几个颜色我觉得能量很强。第2个呢，你看我们就做冰图嘛，大家就把自己的这一小块浓墨重笔的把自己这一小块15%做好，然后就往燕之歌上拼图。你看这就叫系统自己把自己做好小系统。然后呢，我们燕之歌是个中系统，然后还有我们的爱健康是个大系统，大小中连接在一起，这就叫系统生态，这才叫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希望伙伴们都做这个闪亮的这个7色板，然后呢把你拼到我们的爱健康上，在这里发光发亮，那么你就会更加的闪烁好，我们的系统
我们燕之歌系统呢有什么样的运作主张呢？我们是打造的一个叫居家创业的智能化的系统啊。所以我们系统燕之歌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燕之歌系统有什么样的使命啊？我们有3大理念，我们底层逻辑、顶层设计都是什么？自动波输出业绩的3级培训系统是什么？我们3大成功要素是什么？写在这儿了啊，3大成功要素啊，国际化团队、智能工具和科学流程。我们3组能量数字大家都知道，5段9跟进大家也知道，3种启动方式大家也知道了，4D 管理法也知道了我们的7瓦卡自我管理也知道了，可复制的内容我也讲了。大家看，我们燕之歌系统有这么多宝贝，都在我们的131道题里边大家不需要把它一下子都记住，你需要什么你就到这里来找，你慢慢的你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去感受，身在其中浸在这里。这些东西你就会一点一点的用生命去察觉用你的这种感悟力去吸收，慢慢变成自己的语言，把它讲出去就 OK 了。所以大家看，其实我们的系统最后全是数字。你看，我们有131道题，我们有18锦囊，现在发了13个，还有5个在整理总裁的36册，我们正在征集到500个至少的微视频和语音。这些都是我们的智能工具，大家拿过来就用那我们还有科学的流程，520、311、1314那520就是做完了之后5段9跟进，5段9跟进跟的差不多了，马上3种启动做1314。不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沿着自己的青蛙卡，就从学生到讲师到教练，就成长起来了。你看，我们3组能量数字是不是一个科学的流程那我们的国际团队呢，有数十位国际医学专家，100多位国际讲师，300多位100人以上幸福长，那都是国际教练呢。最精彩、最精华的卓越的国际教练也有100多位还有我们燕之歌大学的所有的课程，全部来自于我们最顶级的国际专业团队的打造。所以我们的总裁是专业出身，也带出了我们燕之歌这样一个专业的运营团队，所以特别感恩我们总裁给我们的引导和辅导让我们能够领略到我们公司云端作业的思想。今天我们把燕之歌打造成了一个教育行销、人文行销、智能行销的超级的这样的航空母舰。那我们只是小荷才露尖尖叫我觉得在公司上市2025年还有3年的耕耘当中，我们的燕之歌将会在这个行业当中成为能够改变很多人命运的系统。而我们的系统的宗旨并不是说只是我们燕之歌人来使用未来我们会把这个系统开放到在这个行业当中帮助更多人。因为雨露老师在7年之前或者准确来讲是5年之前，2017年的时候，我开始看懂这个行业的价值，我跟着安利一起学习。那我一堂课我也没有买过，我就是听着很多的公益课磁带也好光碟也好喜马拉雅的课程也好还有百度上能搜寻的所有的课程，全部都是免费的。那我就掌握了怎么来运作系统，怎么打造教育，在组织行销这篇大文章。我是受到安利这样一个伟大公司的滋养，今天我也想和我们的创始团队一起打造燕之歌系统，回馈给这个行业，回馈给我们很多平凡的小白们，让他们不管在哪一个平台上去征战，都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能够写出自己生命的华章，绽放自己的美丽。这是我们最由衷的心愿。所以我们的系统是开放的，也呼唤所有的愿意跟我们共建系统的领袖们这些行业的先辈们一起跟我们共同完成这个心愿你看我们的系统的部分就讲了完了那么在系统这个部分都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我们做一个结论，系统要让我们把自己要做的15%做出100%，把系统里可以借力的85%做到极致，利用到极致只要你做到了这一点，该让你做的部分你100%都能听话照做不走样的去复制，那么系统的85%的借力你会利用到极致，那你就是100%的大赢家，对不对而且是团队的大赢家，因为你做对了，团队都在复制你。那么普通小白在系统这个环节他会提什么问题呢？我该怎么做呀？我如何能借到力呀？我的咨询线老师哪些人可以借力啦？我怎么去听课呀？我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什么呀？是不是凡是接触到系统的他可能不会
对系统有更多的概念，但是他会提这些可爱的问题，都跟他息息相关。那么专业人士他会怎么提？专业人士可不是关心这一点点，专业人士也会问5大问题。哎，你这个培训收费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机制？我在这里，我可不可以成长为系统当中的人才，成为系统当中重要的部分？我也要追求我的个人成长，对不对？我可以智能化完成吗？也就是说，我这个系统，你让我怎么作业呢？我是在云端没有成本，你还是说，哎，又要设什么工作室啊，又要到处出差呀？你这个系统是流动着的吗？是无本的吗？关心呐，尤其在疫情阶段哈，大家口袋里头没有成功的人，没有走进爱健康的人，很多人都是没有钱的，对不对？花一点钱都是很难的事儿。那系统转化成果率怎么样？也就是说，你的系统拿出鲜艳的结果了吗？鲜艳是先进的先，验证的验啊就是被检验的成果有吗？我们是不是要做出回答哈？你要如数家珍，我们系统能培养出什么级别的多少人才第5个，系统的逻辑是什么你的框架是怎样的？未来的愿景是什么？这个系统未来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因为系统是我们的家呀，是我们的终生的依靠，是我们的新的家园要把心放在这里的。那么这个系统未来会给我们带向哪里呢？是学习销售这么做出业绩就拉倒吗？还是有更多的我们可以寄托的情怀等等所以我们为什么叫人文行销？就是为什么叫教育行销？人的成长是终生的需求你从基础的这种物质的满足精神的需要，你还有人格，还有精神，是吧？还有思想，各种升维，最后还希望自己的生命过得有意义使命尊严等等，有这么多的不断升华的这些需求，要在系统当中都有机会得到满足，他才能够把系统当做他的家，对吗？那么慢慢的，我们再给大家解析哈。那我们的燕之歌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呢？我们燕之歌是终生免费的大学，让每个小白可以成长为白雪公主或白马王子，打造居家的生意、流动的店铺、自由企业家的联盟。人在家，市场在全球这就是今天我们燕之歌系统所呈现出来的创业生态。那我们的系统呢，创造了2个流水线，一个是育人的流水线，一个是创造财富的流水线。我们看育人育人的后边都带着他们的财富，我不写上去了保密。我们现在有33位大将军，全球大概也不到40位，我们占了多少30位500人以上的幸福长，38位300人幸福长这个数字可能不准了现在应该至少有200位百人幸福长了，所以已经远远超过300人的总数打造出了这么多的人才。那每个人才背后是不是都有更多的人才在路上进行孵化，在复制，在奔跑。那么每一个这样的人才后边都对应着他的相应的财富等级，他取得的收入的水平，我们就不往上写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燕之歌足以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燕之歌和爱健康链接在一起，形成大系统、中系统，再加上大家都可以进行的这个15%的努力，那么都可以走向从成长到成功。所以今天我们要落脚在成功上，而不只是成长上。所以我们的燕之歌是带大家拿结果的，通过一个财务这样的一个基本目标的解决，形成人生的终极解，形成人生的根本解，让我们活出那个幸福的尊严的一套系统所以做一个幸福的8大轮可以平衡的去实现的系统这是我们系统的目标。好的，亲爱的伙伴们，我是用了1个小时零40分钟超标了。我本来想着可能1个小时零10分就可以做完我今天上午在150学院是用1个小时零17分钟做完的，今天又加上了一些我们自己内部的内容本来想更精简的语言，结果一说又说过时间了那伙伴们呢，在我说的这个基础上，大家再去学习怎么去认识4P，讲解4P，把4P 消化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讲给自己的伙伴。但是呢，有一些该精准的要精准的表达，该有一些意会的可以变成自己的语言来去进行价值输出那我给到大家的辅导就到这里了亲爱的伙伴们，你们还要待一会儿吗？如果想待一会儿的话，我也可以请大家提问题好，等一下我们11点结束
等一下，我打开话筒，允许大家提问。好，看到这么多的留言啊，满满的感动啊！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啊。我们很多的领袖们都在每天陪伴着大家。有的伙伴说：“哎呀，课程太多了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理解我们的课程啊。这些课程啊，不是说每一个你都要来听的。但是我们现在有8000多位伙伴，甚至可能有近万人啊，在拥有自己的45天点击了 K 计划。大家有不同的需求，也有不同的对课程的利用。”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给出的课程呢，来进行按需利用啊。好的，那伙伴们，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我先把结束录制。